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进气系统，应该算 Part 2。那其实以进气系统来说，基本上进气系统它随时随地都会，它的流量都会跟动，因为我们的引擎只要一发动以后，它就一直在吸气。那在吸气的过程中，或多或少一定都会吸到一些脏污啊、杂质。这个时候就会改变它的进气量跟顺畅度。所以，像你看，这个是我摩托车的高流量滤网。那可以看到我的导气管在这边，那对应的就是在这边。其实我是想要把它剪短一点，把它剪短以后，让它的吸气进气点大概都在这边。这样子的话，整面的进气量会比较平均。那可以看到我的滤网。这边有一个 L 型的很干净的地方，那就是因为它被这边挡住了，这边都没有，几乎没有进气，只是脏东西会卡在这个下部，就是这边，对应的就是在这边。所以我比较建议各位朋友，只要有那个时间，就可以帮你的进气滤网做清洁，并不需要说一定要等到5000公里保养，或者说有时间性的下去做清洁。其实只要有机会有那个时间，就可以稍微的做一下清洁。其实你看我现在这样掸一掸，跟之前，跟我刚刚还没有掸之前就有差别了。那因为我的是干式滤网，所以我的清洁会比较简单。哇，吸破了，而且在边边还好。其实像套丝袜来讲，有好有坏啦。那我会建议就是，如果有套滤网的朋友，可能要稍微的做检查，然后做更换。其实基本上滤网只是增加这种干式高流量滤网的一个过滤性，跟避免它因为如果瞬间进气太大的话，很容易导致会那种怎么讲，瞬间有点吸空的感觉。我有发现有这种感觉在。所以高流量在进气系统那一篇里面，我记得我有聊到，如果无限制的让它进气也不是好事，你必须在它会有一个最大值在，你不能无限制的让它自由的去吸气，还是必须要有一个类似漏斗效应，这样子会最好。那还有以摩托车来讲，以我们摩托车来讲，其实汽车有的我记得也是有这个毛病，就是它的空气滤芯盒多半都是锁螺丝的比较多，像喜美就是锁螺丝的。那像我的五门，它就是用扣环的，所以比较没有这个影响。因为我刚刚在拆的时候，这个螺丝好紧，我差点就把螺丝转坏了。所以像这个螺丝孔，因为它虽然是塑胶，但是它的螺丝是镶嵌在里面，所以我建议各位朋友，就是如果有拆到的话，记得都稍微上点油，要不然等你下次要拆的时候，螺丝给你卡死，转14等下转成圆的，那时候就真的不是那么好处理了。
其实今天这一篇很短了，因为进气系统大致上在我上一篇我就都讲过了。今天主要就是要提醒各位，就是说，不要等到做保养的时候再去做清洁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它会随着引擎每次的发动、每次的吸气，它会累积越来越多的脏污，这就会影响到空气流量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只要有空、有时间，就可以滤网稍微清洁一下，这样子可以长保它的进气顺畅，跟它的进气的干净程度。哦，对了，那还有一点就是，不管是汽车还是摩托车，在做清洁保养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，除了滤网的干净与否以外，还要注意看滤清盒内部跟外盖，它是不是有很多的灰尘或脏污，像这个边边，这个有时候都会偷吸气，所以都会有一些脏东西在。所以在清洁滤网的同时，要记得，顺便做一下检查，做一下清洁，因为像这些脏东西，难保不会随着每次的吸气，这些脏东西会被吸进去。然后像摩托车，可以像这个进气孔这边可以稍微摸一下，看里面有没有什么脏东西。因为所有的气到了这边就会开始加速，那加速的过程中，可能尤其这边又比较接近化油器。以摩托车而言呢，以化油器摩托车而言，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油气的存在，所以这边常常会有一些比较粘稠的脏东西，有可能会被吸进去。所以，在化油摩托车上面，就是这边也要记得做检查、做清洁。因为毕竟以燃烧室来讲，它虽然是有间隙，但是那个间隙真的已经很小了，就有点像情人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。当然没有那么严重啦。总之，记得空气滤清盒内部也是要记得做清洁。不管摩托车还是汽车都一样。然后像这个边边都要记得做清洁。其实有时候看一下滤网的它的脏污的地方，就大概知道它的脏东西都会累积在哪里。就像我刚跟各位讲的，我的脏污都是偏向于后面，那就是因为我的进气孔在这边，它会拉到最后面这边。其实可以看到它这边故意做往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就是空气会在这边形成一个滞留，然后顺着进气孔吸进去。我是知道以进站来讲，有人这支是改粗改短。改粗的话，除非是有更改到这个的口径，要不然改粗这边如果不变的话，它进气量也是不会差太多。那就是记得，你看我稍微擦一下，里面的灰尘就很多。所以说，不管汽车、摩托车，它的滤清盒也是要记得做清洁。避免这些灰尘在震动啊、吸气的过程中被吸进去。如果灰尘或者脏污太大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导致缸壁的磨损跟活塞的磨损刮伤。
致就是这样子。天又黑了，又准备要下雨了，所以今天很简单的电气系统，的清洁提醒，大概就到这边咯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